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社会工程学之网络追踪啊。这一节课呢，我就直接把后面这些内容全部讲完了，就没必要一节一节的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个 AI 非常的发达，不管是代码能力还是它那个自动化能力，基本我们现在只负责聊天就能实现这些功能了啊。它不像以前，是不是？你以前的话，你要实现这种功能，你要获取对方的一些东西，你是不是还要有一些Linux 命令的基础啊，或者服务器的基础啊，或者说那些代码的基础，是不是？现在呢完全不需要啊，所以说呢一节课就能给大家讲完了。通过本节课呢，大家就可以了解到黑客的一些最新的攻击手法啊，更好的保护自己啊，不要上当受骗了啊。特别是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链接的时候，千万要小心了。给大家看一下一个例子啊，是不是？黑客组织呢就用这个 ChatGPT 呢伪造了一个军用的身份证，是不是就攻击了这个韩国的目标？它呢就是从这个传统的钓鱼到 AI 钓鱼嘛。我们这里面要讲的就是这个 AI 钓鱼啊，基本这里的功能都是用 AI 来实现一个钓鱼链接或者二维码，是不是？对方打开呢就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逼真的页面，然后呢就会放松警惕啊，这就被钓鱼了，是吧？它的信息就泄露了。所以大家看到那些莫名其妙的链接的时候，你就不要随随便便就在它的页面输入东西啊，你要看它域名对不对先呢。如果说域名很奇怪的话，你就不要在这里输入东西了，你就直接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啊。废话就不多说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换作是以前你要实现这些东西，你都要有哪些知识啊？也就是我们分析一下以前的问题啊。就是说你在以前的话，你要实现这些功能，那你是不是要有一定的代码基础啊？你没代码基础的话，你根本就实现不了这些东西啊。还有呢，你的开发速度是不是很慢呢？而且呢，你还要有服务器，还有域名，是不是？最后呢，你还有可能被这个微信 QQ 给拦截下来，效果呢你还看不到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以前呢你需要掌握的东西啊。放到现在呢，这些问题通通不存在啊，通通不存在啊，通过 AI 就能一键搞定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些黑客都是怎么实现的啊。首先我们来打开我们的文章啊，这个文章呢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的啊，大家打开这个腾讯构建啊。为什么要用这个腾讯构建呢？大家都知道啊，这里是不是说了它 QQ 和这个微信是不是会拦截啊？那么我们用这个腾讯的域名，那你感觉腾讯还会拦截吗？腾讯是不会拦截自家的业务的啊，它只会拦截那个竞争对手啊，这里面就非常恐怖啊。我们打开这个界面之后呢，一如既往的嘛，你就登录进来嘛，你就登录进来之后呢，你就创建一个仓库嘛，我们创建一个仓库啊。这里的仓库归属呢，你可能要创建一个组织啊。如果说你第一次登录的话，你可能要创建一个组织，你就随便写就可以了。这里呢我就创建好了，我们就点击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仓库名称呢也可以随便写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随便写啊，我们就直接点创建啊。创建好之后呢，我们就直接点云原生开发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点在线编辑啊。打开之后呢是这个样子的，接下来我们要完善一下环境啊。回到我们的文章，先把这些命令都执行一下，复制过来执行命令啊，粘贴上去啊，回车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执行第二条啊，安装一下 Python 啊。这里呢，它提示你输入 y 是吧？你就输入一个 y 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执行这个安装依赖啊，这条命令就是安装一下依赖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东西了啊。我们把这个擦掉一下。在这边呢，我们会有一个 AI， 我们点一下最后一个按钮啊。点进来之后呢，它会加载一个 AI， 如果说它没加载出来的话，你就点一下加号啊。多点几次，等一下，这里就会加载出来的 AI 了。这样呢，它就打开了一个 AI 页面了，这里你就可以聊天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整个流程你只负责聊天就完事了，根本就不用你干什么，懂我意思吗？也就是说，你要实现获取这些东西，那你是不是跟 AI 说就可以了？比如说你要获取对方的手机号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写一个合理的业务逻辑啊。就好比说你让他帮你编写一个领红包的页面，他要输入手机号才能领这个红包，那是不是就完事了？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实现啊。比如说问他，请你帮我编写一个 pyth， 就是 Python 的程序嘛。然后呢是什么呢？提供一个网页文件是吧？提供一个 HTML 网页文件啊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什么呢？是一个领红包的官方页面
用户点击红包，弹出输入手机号，是不是？弹出输入手机号，领取。用户输入手机号后保存在 TXT 中发送。等它编写完呢，这样呢它就创建好了，我们就点击同意啊。同意完之后呢，我们回到这个目录看一下啊，是吧？它就有2个文件，是不是？这里呢，我们要把它启动一下，输入 python 呢，然后3就是 Python 3嘛，然后 app.py 把它启动一下。那么你的项目是不是就启动起来了？等它弹出来啊，然后呢你就打开嘛。那既然它报错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这些内容让 AI 帮我们解决啊？我们复制一下，然后回到 AI 这里啊，我们创建一个新的聊天窗口啊。然后呢，把我们这个文件给它添加进来啊，把我们那个 app.py 那个文件给它添加进来啊，把这两个文件都艾特进来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就给它粘贴上去。那你把问题粘贴进来之后，是不是你就要说啊，请你帮我解决，是不是？发给他。它这里呢叫你运行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点一下 run 嘛，运行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点一下 run 嘛，它继续叫我们运行，是不是？我们再点一下 run 啊，那就全自动修复啊，你只要这个过程你只负责点击完事了，是吧？我们再点一下 run 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应该就已经修好了。它这里不是帮我们重新启动了吗？我们再去刷新一下这个界面呢，是吧？它这里是不是叫我们输入手机号啊？我们就随便输入看一下啊。我们点一下提交。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文件目录看一下，那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手机号文件啊 ？TXT 的是不是？这里呢，它就记录有我们那个手机号啊。其实这种东西呢，说白了就是通过 AI 来伪造一个界面啊，然后呢就实现一个钓鱼嘛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啊。你下面的这些东西，那你是不是举一反三就可以了呀？你主要者就是你问那个 AI 让你帮你做的漂亮一点，做的逼真一点，不就完事了吗？是不是？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链接转成二维码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你直接把链接发给人家，那人家肯定不敢点啊，是不是？太奇怪了你这个链接，所以说我们要用到这个二维码工具啊。回到这里啊，我们打开这个二维码工具啊。打开之后呢，点到网址这里啊，把我们这个二维码粘贴上去啊，然后点击生成二维码，然后我们点一下上传 logo 啊，让它逼真一点啊。这里呢，你就选择一个 logo 就可以了，比如说我选择这个，他们比较常用的这个抖音是吧？我们就选择抖音啊，要保存。这样呢，一个二维码就做好了，那人家一扫这个二维码，那他是不是就会打开这个界面呢？而且呢还不会被拦截，为什么不被拦截呢？因为你这个域名是腾讯的是吧？那他在手机输入了手机号是吧？比如说我输入111，然后呢点击提交，提交完之后，那他这边是不是就会记录有啊？是吧？这样呢你就完成了一个快速上线、快速部署的一个钓鱼网站。这个呢就是黑客最近在用的这种攻击手法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是吧？它就变成了从传统的钓鱼到 AI 钓鱼，伪造呢更逼真了，是吧？而且呢速度非常的快，它根本就不用什么成本。完完全就是聊聊天就能做出来了，所以啊，大家一定要小心了。OK 了，今天就讲这么多啊，剩下的呢就靠大家举一反三了啊。这些东西大家举一反三都能做得出来的啊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啊。